第1137章运灵粉尘。萧炎一行人顺利地行下顶楼，在走完最后一层楼梯时，萧炎脚步方才一顿，偏头望着那眉头紧皱的叶仲，不由得一笑，道：叶仲长老是在担心那些家伙。闻言，叶仲也是苦笑着点了点头，叹道：玄冥宗势力不弱，没想到在这里会碰见他们。看那白衣男子周围的护卫，想必他在玄冥宗地位不低，今日得罪了他，以玄冥宗那睚眦必报的行事风格，怕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萧炎淡淡笑道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了，他若是有什么手段，我接下来便是。如今的萧炎倒不是没有说这话的资格，以他如今的实力，在彻底爆发之后，能够不惧斗尊之下的任何人。而且若真是杀红眼了，毁灭火莲一出，即便是斗尊强者也得暂避锋芒，更何况在他身旁如今也是有着2名货真价实的斗尊强者，这等阵容与势力已是足以和一些一流实力叫板。这玄冥宗虽说背景不弱，但以萧炎的性格，自然也不可能真的就直接将铜片交给那陈贤。既然双方都不可能退后，有冲突也是必然的事。见到萧炎这般说，叶仲自然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。经历过上次的事，他也一直认为萧炎背后拥有着极为不弱的背景，不然的话怎可能令得冰河那等超级强者退避。对于叶仲心中所想，萧炎自然是不知道。在行下顶楼后，在2楼转了一圈，然后便是找到了新兰所占据的一个摊位。那正有些无聊的等待卖主上门的新兰，见到萧炎一行人，脸颊顿时浮现一抹欣喜，连忙站起身来。怎么样？萧炎笑了笑问道。嘿嘿，那个老家伙最后还是妥协了。新兰嘿嘿笑道，然后美眸转向不远处那也正眼巴巴看着自己一行人的红袍老者。还有其他的收获吗？萧炎一笑，这老家伙还是熬不住啊。没有了，你所说的那万年青灵藤是一种很罕见的药材，我在这里问了不少人，但他们都没有。新兰摇了摇头，无奈的道。萧炎点了点头，有这等结果他并不意外，毕竟万年青灵藤的确很少见，而且再加上这东西本就是炼制一些高阶丹药的必备之物，即便是一些人手中有着这东西，也是很少会有拿出来交换的。让新兰将摊子收起，萧炎转身走向那名苦笑的红袍老者，冲着他笑了笑，从那戒内取出一个玉瓶，道：也别说我让你亏了，这是一枚素心丹，换你这血晶妖果，你赚了。听得萧炎拿出的丹药居然是素心丹，那名红袍老者脸庞上的苦笑顿时消散而去，连忙接过玉瓶，小心翼翼地将丹药倒出，严格地检查了一番后，方才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以后如果还有血晶妖果或者万年青灵藤、血骨参这3种药材，可以来北边的夜院找我，我全部都要了，价格会让你满意的。萧炎随手将水晶台上的那玉盒拿起，手指在其中那血晶妖果上摸了摸，一股滑腻的触感顿时从指尖弥漫而出，他这才点了点头，将东西收入那戒，淡笑道。闻言，那红袍老者也是笑着点了点头。素心丹对于炼药师帮助不小，而且主要是炼制起来有些麻烦，即便是一些达到了7品中级的炼药师，炼制这丹药的成功率也是相当之低。而也正因为如此，方才导致素心丹的昂贵，用这些药材来换取素心丹，他倒是捡了不少的便宜。在嘱咐了这红袍老者一声后，萧炎也就不再多留，带着众人径直对着1楼行去，然后直接出了炼药师交易会，赶回夜院。一回到夜院，萧炎便是迫不及待地让得叶仲他们将院门紧闭，然后带着天火尊者、小医仙2人钻进了房间之中。房间内3人围拢在桌旁，而桌上所摆放的则是那枚刚刚得到的怪异铜片。铜片呈淡黄之色，在铜片之上还布满着不少弯弯扭扭犹如蚯蚓般的绿色铜锈，而也正是这些铜锈方才将铜片之上的一些图文给腐蚀遮掩了去。药老先生，你确定这东西的价值比得上素心丹的药方？萧炎目光直直地盯着这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铜片，他已经使用了各种手段，甚至是铜片上的那些图文也是被他小心翼翼地拓印了下来，但依旧是未曾从铜片上得到半点有用的信息。天火尊者含笑地望着那使用各种手段依旧无果后的萧炎，笑了2声，故作高深莫测的道：小子，若是这上面的秘密这么容易便是能够被破解的话，你认为还能轮到你来坐享其成？
瞧得天火尊者这副模样，萧炎不由得苦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便麻烦要老先生告诉小子，这东西究竟有何了不得吧？”见状，天火尊者这才得意地笑了笑，伸手将铜片取过，放在手心，然后斜对着灯火，对着萧炎扬了扬，道：“能发现什么吗？”萧炎目光仔细地盯着铜片，在灯火的反射下，他只能看见那些弯弯扭扭如同蚯蚓般的铜锈，当下便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要老先生，你就不要再卖关子了，真没耐性。”天火尊者摇了摇头，旋即双指并取，一缕斗气在指尖急速凝聚，化为一根细小的斗气细针，然后他握着这根极度凝聚的斗气细针，小心翼翼地斜插进铜片表面的那些绿色铜锈上。在天火尊者这小心翼翼的挑拨下，那些绿色铜锈开始徐徐地剥落，然后尽数落在桌面上。一旁的萧炎与小医仙望着他的这般举动，面面相觑了一眼，皆是一头的雾水。对于茫然的两人，天火尊者也未曾理会，在花费了将近半个小时后，方才将铜片上的那些绿色铜锈尽数剔除了下来。而就在萧炎两人以为他要解开铜片之谜时，天火尊者却是在两人目瞪口呆的目光下，随意地将铜片给抛飞了去。萧炎嘴角抽搐地望着天火尊者这一举动，实在是有些不明白他究竟是在玩什么。哎，你二人啊，实力虽然不错，但这阅历却太差了点。天火尊者一抬头，见到两人那表情，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然后手掌微曲，一股吸力爆发而出，将桌面上的那些绿色铜锈尽数吸入掌心，然后凝聚成一个拇指大小的绿色铜球。真正的秘密不在那铜片上，而是在这些不起眼的铜锈里。远古之物怎可能以常理推断？天火尊者屈指一弹，将绿色铜锈弹向萧炎，道：“使用一火煅烧它，我也想瞧瞧这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。”小心翼翼地接过绿色铜球，萧炎上下的看了看，然后方才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，召唤出一团碧绿色火焰，将绿色铜球给席卷而尽。经过这一煅烧，萧炎也方才发现这铜锈的一些特别之处。只见得这铜球不论碧绿火焰如何提升温度，居然都是未曾出现融化的迹象，果然有些名堂。心中有些欣喜地暗道了一声，萧炎也是急忙提高温度。如此将近10来分钟后，那枚绿色铜球方才有着融化的迹象。随着铜球融化的加剧，萧炎突然发现，那铜球之上的那种绿色居然在逐渐的淡化，一粒粒极为微小的淡黄粉尘悄然地从融化的铜锈中脱落而下，然后悬浮在火焰之内，一闪一闪的，宛如精灵一般，给人一种极为浓郁的灵性之感。淡黄粉尘逐渐的脱落，约莫2分钟左右后便是停止了脱落。而随着粉尘的脱落殆尽，那铜球则是在一瞬间化为烟灭。随着铜球的湮灭，5粒淡黄色的粉尘闪烁着充满灵性的光泽，悬浮在了火焰之内，任由碧绿火焰如何煅烧，都是未曾有着半点其他的变化。这是……萧炎目光惊讶地望着那火焰之内的5粒淡黄色粉尘，略微有些茫然。这种东西显然并不在他的认知之中。在茫然了一会后，萧炎视线转向一旁的天火尊者，却是见到他也是一脸的沉吟之色。好半晌之后，方才缓缓地吐了一口气，沉声道：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东西应该是那远古方才存在的运灵粉尘。嘿嘿，信老夫的果然没错，小子，跟这东西比起来，一卷7品中级的药方，你简直就是捡了天大便宜。”运灵粉尘望着天火尊者那突然间眉飞色舞起来的脸色，萧炎眉头一挑，嘴中也是发出了一道低低的呢喃之声。